美国反对中国统一的关键，美国的媒体说了大实话：一旦两岸统一，美国将输掉芯片的竞争。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美国针对中国的大战略之中，阻止两岸统一被认为是与地缘政治相关的核心战略。也就是说，美国让两岸保持分裂状态，就是为了维持美国全球的霸权，也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力量封锁在第一岛链。从特朗普时代起，美国就开始压迫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建立芯片生产基地。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美国为了让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不过，《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报道给了我们全新的一个视角：美国可能在为中国统一之后的中美芯片竞争布局，这就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与谷歌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联手发表的文章称，在先进半导体制造领域，完全依赖中国台湾将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表示，美国向其国内的半导体企业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补贴，想因此而变成行业领袖的努力，是一项成本非常高昂的徒劳之举。也就是说，美国不但正在计划掏空台湾的芯片代工产业链，还在扶持其国内的半导体企业通过竞争来战胜台积电。美国如此焦虑的背后有3个直接的原因：一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依赖度非常高，美国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弹道导弹所需的先进芯片中，有92%是由台积电生产的。美国军方的高层曾经明确警告，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所带来的芯片危机将会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这可不是开玩笑，因为美国对台湾地区芯片代工的依赖远远超过对中国大陆稀土和炸药等战略物资的依赖，而且是无法替代的。二是中国大陆因为美国的制裁，正在建立起具备强大竞争力的芯片企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由于受到美国的高科技打压，中国计划在2025年将芯片自给率提升到70%，这将有可能让数十万美国人的高薪职位被消灭。中国还在更加关键的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市场和5G 设备上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结合这些优势，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让美国输掉芯片竞争。最后一个原因更严重，一旦中国完成统一，台积电就会变成中国大陆直接管辖下的民营企业，美国将直接输掉对中国的芯片竞争。美国现在的焦虑正是台湾地区当局有恃无恐的资本。蔡英文当局就提出了一旦台海发生武统将会危及世界经济的论调。如果再结合美国逼迫台积电向美国转移芯片生产基地，有人认为美国已经开始为统一后的产业短板布局了。当然，这种观点也无法得到证实。中国大陆当然也认识到台湾地区芯片产业优势对两岸统一的影响，而要减少统一过程中带来的冲击仍大有可为。具体表现为这么几点：第一，中国大陆芯片发展有一个重要的战略契机，芯片制程出现瓶颈，智能手机芯片开始出现性能过剩，台积电的制程现在已经到了2纳米，而智能手机的销量却反而开始严重下降。这意味着高端芯片工艺的提升可能会带来一个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芯片制程再进一步提高的技术瓶颈已经开始显现。如果这个瓶颈不被革命性的突破，那么中国大陆就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培育出竞争力强大的芯片企业。第二，中国大陆发展芯片产业的多重意义也在为统一过程中的冲击做准备。大陆发展芯片制造业不但能够降低对美国芯片制裁的风险，也等于降低了统一过程中的冲击，还能提升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举3得。第三，中国大陆也需要与台企
沟通未来的芯片产业布局，服从国家战略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台湾企业正在承受美国的压力，也开始降低芯片制造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说明对未来的发展他们是有思考的。大陆如何与台企沟通，完成在大陆的芯片产业布局，也是一盘大棋。总之，台湾岛上的芯片制造业优势，也是中国与美国竞争优势的一部分。美国越是焦虑，证明我们越要大力发展芯片产业，并且做好统一之后的布局。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